小米手环9跑步距离误差值高达 16.7%， 这你受得了吗？这年头还有人买小米手环吗？小米手环这一次在各方面可以说是史诗级的大更新的，我也重度体验了2个月。看到这里，你肯定会问我会不会有 bug？ 那肯定会有的。在这段时间，我遇到2个比较离谱的一个 bug。有一次我在站着的时候，它居然还提醒我站起来活动一下。难道你是没有检测到我刚刚是走完路吗？还出现过一个很逆天的一个情况，通关性无法检测任何的一个数据，无论是血氧还是心率还是压力都检测不了，这你受得了吗？这也太逆天了吧！然后我尝试把手环断掉，再重新连接，你猜怎么着？居然抽风了，怎么样也连不上。我错了。如果你使用 iPhone 的话，就无法下载手环 App。即使你连接安卓下载后重连 iPhone， 手环 App 也会消失掉。我全程都是使用 iPhone 和小米手环9进行连接的。小米运动健康基本没有断过，但是有时候微信通知会偶尔没掉，需要重新关掉蓝牙再进行连接才能恢复。不知道这算不算断连呢？同时 iPhone 是无法支持在手环进行操控米家指令的。我去问客服什么时候能支持，客服说新品是这样的，这你受得了吗？高喊理解万岁！但是经过2个月的理解万岁后，它终于更新了 iOS 操控米家指令这个问题了。一个字，绝！我去的一个标准的一个400米田径场，分别跑了 1.2 公里和400米，同时使用手环9和 Keep APP 进行记录。1.2 公里的情况下，分别录得小米手环9的跑步距离是 1.19 公里，而手机 Keep 的记录距离是 1.27 公里。这次测试下来，小米手环9的一个距离是较为精准的。但是问题来了，我又跑了一圈400米，而小米手环记录的一个距离是333米，而 Keep 记录的距离是430米，误差值高达 16.7%， 这你受得了吗？而卡路里记录我觉得也是偏高的，有时候我在进行力量训练的时候，经常1个小时不到就超过400千卡，而我训练的强度也并没有很高啊。睡眠检测也比上一代精准不少，在我正常睡眠的一个情况下，和精准的一个记录下我的一个入睡时间、清醒时间以及清醒次数。但是我发现有个小问题，要是你早上醒了，你起来玩一会手机，然后再去睡一个回笼觉，你就会发现偶尔它会记录不算这一段回笼觉的一个时间。身体的一个重量很轻，基本24小时戴着都无感。自从戴了小米手环9之后，我就放弃戴我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手表了。有一点不好的一个地方就是底部的一个传感器会在暗光环境下就一直闪绿光，假如你在睡觉的时候一抬手，非常影响睡眠。这次小米手环9终于把转子马达升级到线性马达了，震动的反馈挺不错的，每天调的闹钟都能把我震醒。因为这是出色的一个震动升级，还有团队给它专门开发了一个 App。不知道以上说的这些缺点有没有圈你啊？但是假如你只是用来简单记录一下运动数据、睡眠情况、心率以及看看消息和时间的话，我觉得小米手环9还是比较值得入手的。毕竟它没有智能手表的一个续航焦虑问题，也弥补了我买不起智能手表的一个缺点。200出头的价格还买什么自行车？而且现在全网脱货了，买就完事了。